爸妈，我出狱了。家里这么热闹，是为了庆祝我出狱吗？听说为了雨欣小姐今晚21岁的生日宴，明珠少爷特意请了大提琴家克莱曼大师演奏呢。老爷和夫人也特意为雨欣小姐定制了珠宝。大小姐的生日也在今天，克莱曼大师是她喜欢的，而不是雨欣小姐。谁关心那个可恶的罪犯啊？大小姐才是方家亲生的，可怜14岁才认亲回家，还不受待见，18岁就被明州少爷亲手送进了监狱。站住！哪来的臭橛子？真恶心！大小姐，你看这谁啊？是什么样的人能进来？真晦气，离他远点。明州哥哥，都怪我腿又疼了，耽误了你接妹妹出狱。妹妹她不会生气吧？接劳改犯出狱而已，哪有你的腿重要？明州哥哥，这些年我们家里一直封锁消息，对外宣称妹妹她出国了。等她出狱回来，你们2个就要结婚了。他一直死缠烂打，像狗披膏药，年上人不撒手，我才和他订了婚。至于结婚，这就是我追了7年的未婚夫。还疼吗？不疼了，有明州哥哥在，什么都不疼了。有你在真好。明州哥哥，方离，你疯了！我和你婚约取消。爸妈，听你姐姐说，你又误会她勾引妹夫了。看来3年的牢狱生活没教会你学乖，去给他们道歉。之前方雨欣诬陷我入狱，我解释你们不信，现在你们又不分缘由的打我，错的，一直都是你们！混账东西，你就应该重新进监狱学几年。怎么这怎么回事？这样，爸爸妈妈，妹妹她不是故意的，你们就不要怪她了。这孩子性子倔，坐了牢还不知悔改，那就让他滚。省得于心在糟蹋暗算，除了方家，看有谁还会要他。等走投无路，他自然会回来。明州哥哥，我突然腿好痛，宾客都在这，我自己应付不了。258，你在哪儿？你来了。
吻我。Doesn't matter who you are, close your eyes. I was caged in the dark for my life. 做我的女人，我绝不负你。Wonder how sacrificed all the time you feel. Ask me why I 顾总，查出来了，是您侄子顾明洲出轨了方雨欣，残害了方小姐被打。把人给我约到谢谢。明洲哥哥，你说小叔忽然叫我们来会所，会不会是要把环宇集团的招标项目给我们呀？自然。明洲哥哥，你真好，妹妹竟然不珍惜，还想退婚，换做我可舍不得。小叔，陈柱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小叔呢？明少，顾总听说了你今天在方家的举动，可以让我过来给你送一份礼物。陈柱，替我谢谢小叔为雨欣准备的生日礼物。这一定是合同，明洲哥哥，谢谢你。要谢，就谢18岁时勇敢的你自己。是你在我遇到雪崩时不顾危险把我背到医院，你因此落下了腿疾。那明洲哥哥，你会当我一辈子的拐杖吗？会。我和方离婚后也不会不管你的。可是我怕方离又误会我们的关系，又找混混凌辱我。他不敢。小叔子性子清冷，狂风浪蝶都近不了他的身，想必是不会结婚生子了。等他退了，环宇集团就是我的了。一份合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不是环宇的合作合同，怎么是我的解聘书？方小姐，睡完我就逃走，是不是有点太不负责了？对不起啊，我昨天晚上是太难过了，所以才……只有对不起吗？258，我知道，你昨天晚上是为了感激我10年前的救命之恩，所以才没有拒绝我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纠缠你的。如果我想被你纠缠，昨天你一直不让我下床，没有办法拿给你。迟到了，生日快乐！你竟然记得我的生日，明哲，明哲，今天也是我的生日。方离，一个生日而已，哪年不能过呀？哪年不能过？可是你有一年记得过我的生日吗？明哲，你已经送了方雨欣礼物了，还要丢下我去陪她吗？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？雨欣腿疾犯了，需要我。我和方雨欣出生时报错，是同一天生日，可每年我想过生日，都成了无理取闹，导致我都忘了自己的生日。给我个机会，让我陪你过以后的每一个生日。嫁给我。可是我们才见过第一次面，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。
方小姐，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，这29年来，我恪守难得。昨天你睡了吗？让我怎么跟我以后的太太交代？况且，我们不止见了一面，我们已经认识10年了。你还救过我的命，我们结婚很合理。我得回家了。等你想清楚自己的心意也好，10年我都等过来了。陈重，你让开，我要找我小叔亲自问清楚。哎，明少，顾总现在跟很重要的人在一起，抱歉。好。顾明舟怎么在这儿？慌什么？这么怕别人撞破我们的关系？他是我未婚夫。不，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解除婚约了。女人？小叔身边竟然有了女人？拉我的手出去，报复的。顾明舟不可能知道我在这儿，他应该是来找258谈合作的。不行，他姓顾，京城顾家的顾。你在关心我？这个女人的背影好熟悉啊！他小叔顾昭廷，我听说已经执行任务回来了，你惹不起。哦，你这么怕他小叔？他小叔顾昭廷霸道狠戾，在京圈只手遮天，我们惹不起的。好，这一次就听老婆的。哎，明珠！小叔，您家从来不来女，这是……你小沈。小叔，昨天雨欣受伤了，我不过是忘了您的吩咐，接方离出狱而已，不至于辞退我吧？我让你做，和方雨欣永不联系，自然会让你回寰宇。可是雨欣不能没有我。雨欣和方离不一样，她只是方家养女，如果我不照顾她的话，她会过得很艰难。艰难？你的未婚妻方家的真千金在狱中遭受着地狱般的折磨，你视而不见，享受着不属于她一切的那个养女，掉2滴眼泪你却心疼不已，又毒又蠢，说的就是你。既然舍不得，就别再回寰宇了。小叔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别忘了，我爸临终前是让你好好照顾我的。如果不是因为大哥的话，你该死！扶着我。我是一个成年人，你太小了，扛不动我的。这里离镇上的卫生所就只有30公里了，你保护了我们，我肯定要救你的。
扶着我，3、2、1。258，你别睡，别睡！我给你讲一个小王子的故事，只要你听着我的声音，就不会睡着了。小王子和玫瑰说：“也许世界上有5000朵和你一模一样的玫瑰花，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。”顾总，方小姐被方雨欣设计，被明州少爷误会，送进监狱了。258，发现敌人踪迹，请求支援。我以为你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就会幸福，我早该把你抢过来亲手护住。哎，站住！小叔为什么忽然发这么大的火？咱俩可是一块长大的，你可得帮我啊！明州啊，你不该摘了顾总心爱的玫瑰，却把玫瑰的刺都拔下来，反过来刺伤他。你是说方离？先生，方小姐说您与明州少爷有合作，她留在这儿怕给您惹麻烦，先走了。姐姐，妹妹，你这衣服脏了呀，姐姐帮你洗洗。姐姐，不要！别这副表情啊，搞得好像我欺负你一样。哼！开门！开门！放我出去！我要冻死在这儿。方离，我不过是和雨欣为消遣奏一起练琴而已，你发什么疯？救命啊！妹妹要杀我！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和妹妹争的。不是我，方离，不是我。等会儿我给你包扎一下。妹妹，我再也不敢和你争了。爸妈还你，明州哥哥也还你，你放过我吧，不要再让慧慧凌辱我了，好不好？你放过我吧。雨欣，起来。方离，我会让你进监狱的。不是，我没有。一个很好的人，怎么忽然就坏掉了？努力追了7年的人，让我遍体鳞伤，送我入狱，只见过2面的人，我能相信吗？该和他走入婚姻吗？小姐，那辆车是来拦你的吧？258，你怎么来了？258，你怎么来了？先下车，
去我车上说。我过来主要有2件事情。第一，从心理学上讲，分手过后的第2天最难熬，生气、冲动、悔恨，都过后情绪会反扑。我希望这种时候我能陪在你身边，告诉你你很好，不要指责自己，你永远值得被爱。可是我坐过牢，腿也残废，在方家并不受重视。你这么好，值得更好的结婚对象。结婚对象确实有很多选择，但你在我这里永远独一无二，不可替代。那第2件事是什么？你回家肯定要被刁难，我保护你。浩尔巴，我家里家教很严，我怕你跟我回去，他们会对我们的关系指指点点。我自己先回去就好了。我要断亲，怎么可能还在乎方家的规矩？只是怕顾明舟在方家，我不想跟你惹麻烦。好。顾总，您的本意就是保护方小姐，那为什么不陪她一起回方家亮明身份？这样岂不是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？我更想尊重阿离他自己的选择，况且他经历了太多的背刺，如果突然知道我是伤害他的渣男的小叔，他只会更想逃走。您难道就准备这么放过方雨欣和方家人吗？当然不是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想让他踩着我的肩膀站上更高的位置，到时候他可以选择原谅，也可以选择不原谅。明舟哥哥，妹妹从小养在乡下，认亲回来后又没挤进京圈，不可能认识你小叔那样的大人物的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明舟哥哥，你不要丢下我好不好？我已经和弟兄们打过招呼了，以后他们会帮我照顾你家生意的。不，你不要送我走，别把我送走，明舟哥哥。方离，方离，你竟然敢挂了我的电话！说，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了？我和你已经解除婚约了，你拿什么身份管我？我的妹夫吗？坐了3年牢，还是那么倔，没能学乖不说，还学会夜不归宿了，牙尖嘴利的。管家，把大小姐关进杂物间，好好学规矩，让她知道以后该怎么做方家大小姐。从我14岁起，我回到方家，无论发生任何冲突，你们都只相信方雨欣的一面之词，打我、骂我、罚我。从今往后，你们都休想再打发我。从今天起，我与方家断绝关系，这个方家大小姐，我不当了。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孝顺又不懂事的混账东西？你给我滚！我是要走，只不过我养父母的东西，我要带走。方子，你终于要被赶走，以后我就是这方家唯一的大小姐。
没事吧？妈，方离在京城无依无靠，不出3天，一定会像狗一样的跪在我面前，求我收留他。妹妹，你在乡下的亲人都已经去世了，你向爸妈跪下，好好道个歉，他们一定会原谅你的。不然，你在京城无依无靠，离开了家，还能去哪儿呢？方离，你认错道歉，我们的婚约自然可以继续。你觉得我还会在垃圾桶里找男人吗？让他滚！死在外面是活该。管家，替我放出消息，方离不孝，方家名下所有的酒店不许他入住。尊敬的业主，您丈夫刚刚为您订购了博宫1号院，这是您的钥匙，欢迎您前往入住。什么？博宫1号院？这不是京市最贵的别墅，值得上流社会限定人群开放，有钱也买不到的吗？那是我小叔开发的地产，剩下几栋归他自己所，已经不对我出手了。难道方离真和我小叔有关系？顾总，方小姐出来了。258，谢谢你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被人撑腰的感觉。就只是口头感谢吗？我想好了，我想嫁给你，你还愿意娶我吗？愿意，我等这一天，我已经等了很久了。明珠哥哥，妹妹真是太不自爱了，昨天晚上没回家，竟然是去陪别的男人睡觉了，而且还用身体换了一套房子。阿离虽然骄纵，但他绝对不是这种人。他呀，就是故意找了几个人演戏来气我。雨欣，你一向懂事明理，阿离过去欺负你是他的错，但我不希望你在背后诋毁他的声誉。明珠哥哥，我哄了你这么多年，还是不肯娶我，甚至因为小叔动了不再见我的心思。等他娶了方离，我在方家的地位就不稳了。看来还是要想办法把关系做实才行。喂，通知记者，明天去威斯汀酒店拍床照，就说是金圈太子爷的初夜。258，我们不是要去领证吗？你是我的，逃不了的。我们先去看神医。嫂子的腿伤太久了，治疗的话可能需要些时间。您是说我的腿还有康复的可能？可是我之前看过很多专家，他们都说我的腿已经废了。我保证，针灸、药疗、辅以复健，不出半年，您的腿就又可以跳芭蕾舞了。您是怎么知道我会跳芭蕾舞的？
余生请多指教啊，258先生。老婆，余生请多指教。对了，我们俩都要结婚了，我都还不知道你名字叫什么呢。名字不重要，我更喜欢你叫我258或者老公。怕你后悔，结婚证先交给我保管了。嗯。震惊！顾氏太子爷夜会小姨子，纯孝一刻疑似劈腿。顾氏太子爷，那不就是顾明舟吗？谁让你们来的？顾少，请问您出轨自己未婚妻的姐姐，您未婚妻知道吗？你们给我出去，快！听说顾家方家向来看重名声，您和方雨欣小姐做出这么背德的事情，想过后果吗？顾少，解释一下啊，顾少，我记住你您回应一下吧，顾少，我记住你们了。顾少，您说一下吧。出去！回应一下。顾少，你回答一下吧。本来还担心我断亲悔婚会被方家顾家报复，朝我身上泼脏水，没想到渣男贱女先自爆了。阿里，送你的领证礼物，希望你喜欢。顾总，我们得到消息，方雨欣要算计明州少爷开房，又找了小报记者准备曝光逼婚，通知电视台的记者，帮他们把丑闻散得更广一些。顾总，这样明州少爷的声誉就完了。他如果不去赴约，自然就不会被拍到丑。连一个女人的心思都看不破，还有什么资格做我顾家的人？顾少，滚！阿离，今天的新闻不要看。阿离虽然装作要和我退婚，看来心里还是放不下我，不然也不会吃雨欣的醋拉黑我。明舟哥哥，我名声尽毁，还连累了爸妈，他们要打死我。明舟哥哥，你会娶我吗？当初劝你直接把方离甩了娶方雨欣，你舍不得，这下被媒体爆出来了，被架住了，不得不娶方雨欣了。你懂什么呀？这个呀，就是豪门之间的情趣。这明州跟小姨子被捉奸在床，小叔和方离玩纯爱啊！你乱说什么呢？啊！我不敢乱说，这我今天在民政局亲眼看见你小叔和你未婚妻他俩领结婚证了，这我……方离竟然真是我小叔的白月光。阿离老婆，I just wanna get high on my lover. Veo una muñeca cuando miro en el espejo. Kiss, kiss, looking dolly eye. Think I may go out tonight. I just wanna ride, get high in the moonlight. I just wanna get high on my lover. Veo una muñeca cuando miro en el espejo. Kiss, kiss, looking dolly eye. Think I may go out tonight. I just wanna. 258，在这里。会被人看的。抱着我。我要亲亲。小叔。等着！这个女人娇羞而主动，并不是阿离，但是这侧脸怎么那么像阿离？让开！听说小叔今天领证，我特意来恭喜。
想拜见小婶儿。他怕羞，能见的时候自然会让你见。刚刚我不会被顾明舟发现了吧？小叔，听程浩宇说，您新娶的小婶儿特别像方，不像，就是本人。那就好。顾家向来注重脸面和规矩，而顾家的规矩是你亲自定的。小叔夺了侄子的未婚妻，这种事看来是程浩宇谣传。我这就去打断他的腿。顾明舟，你干什么？顾明舟，私闯他人卧室，这就是顾家教你的规矩吗？我因为和雨欣发生关系，又加上程浩宇的暗示昏了头，小沈会跳芭蕾舞，而阿离的腿早在狱中废了。出去！看来阿离不在这儿。真走了？这么舍不得你前未婚夫走，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，叫他过来。少爷，方丽小姐并不在博公1号院。继续查，他不在，就证明了那些人果然是他请来演戏的，根本就没有别的男人。他骄纵跋扈，出狱后甚至嚣张退婚，不如趁着我与雨欣的绯闻亮了他，让他看清自己的心。不用查了。你骗我！对了，刚刚顾明舟没有为难你吧？你们家的门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，隔音太好了，你们说什么我都听不到。他呀，还为难不了我。看来258先生的实力还不错，是顾家看中的合作伙伴。我的实力，老婆你试过的。是方林小姐吧？您的朋友宋佑在酒吧喝多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我陪你。不用了，我怕他有什么心事，我先自己过去看看。爸妈，明舟哥哥那天晚上喝多了，我是被迫的。我打着方黎的名义，才把顾明舟骗去酒店，没想到他碰都不碰我，我只能趁他喝醉脱了衣服，伪造成睡了的假象。老公，既然方黎和我们断了亲，不如你再找顾家谈谈，把联姻对象换成雨欣。宁少，平时这个时间，方黎早就来接你了，今天怎么还没来？不会是方黎看了你和方雨欣的新闻，生气分手了吧？他舍得，穷追不舍无用，改欲擒故纵而已嘛。果然还得是我金圈太子爷，方黎来了。方黎，方黎，这次欲擒故纵玩的不错，只是耐心差了点。
不过1天就按耐不住来找我了。你说我欲擒故纵？装的还挺像。这次想用什么理由来救我？怎么样？我就说咱太子爷和方雨欣睡了，方离还会求着明少不要抛弃。来，愿赌服输，给钱。求你！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要一个被方雨欣睡过的男人？我嫌脏！你干什么？不放！放开我！不放！放开！呀！放开！不放！我就不！我找到明州哥哥了，他果然在酒吧。放开我！哪儿也别想去！方离，你个贱人！表面跟明州哥哥推亲，背后又偷偷勾引明州哥哥。放手！方离，我知道你说这些，就是无非想让我多看你。放开我！现在跟我道歉，我可以原谅你。明少，你流血了，快去医院！阿丽塔竟然推开了我，她不是很爱我，一直跟在我身后求我的吗？放开美女！放开！你干什么？滚！再不滚我报警了！阿离，你终于来了，没事吧？回家。阿丽刚刚看我的眼神好陌生。这点小伤别碰我。方离，你个贱人！好不容易才把你赶出方家，绝对不允许你有任何翻身的机会！哼！喂，你好，我是顾明州的秘书，我家顾总在夜宴酒吧被人砸伤了。你今天不是结婚吗？怎么有空管我？老公哪有朋友重要啊？那个狗男人居然敢跟老娘离婚！方离，我们接到举报，你用酒瓶砸伤了顾明州，请跟我们回警局一趟。方小姐，我们已经查明了案发时候的监控，您属于正当防卫，但按照法规可以不追究你们的责任，但需要家属过来保释。那我可以保释他吗？这不行，你也是需要家属保释的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麻烦签个字吧。好，那就麻烦咱们在这里等一下了。麻烦你了。阿丽宝贝，现在已经凌晨2点了，我和我老公在吵架，只能求你老公啦。明州，我爸妈和姐姐出去旅游了，我肚子。方离，我是你男朋友，不是你的保姆，你多大了，还要处处给人找麻烦？上次走投无路，已经给258打电话麻烦过他。虽然我们结婚了，可我们不熟。阿丽宝贝，再耗下去天都亮了。我在，老婆你说。258，我在赤野分局，你能来接我一下吗？别怕，我马上到。好，我等你。你刚听到保释我们的律师的话了吗？
太太，258先生距离较远，怕您着急，先派我过来保释你。我倒要看看你那个见了2面、睡了1夜、完全不熟的258先生到底长什么样。顾什么？顾松佑小姐，顾什么？阿离宝贝竟然嫁给了顾明舟的小叔顾昭庭，但是顾昭庭明显不想让阿离宝贝知道她的身份。柚子，你们认识？The night， 早点休息，拜拜。啊，这，拜拜。拜拜。今天给你添麻烦了。上来。我是你老公，在我这里任何需求都是合理的，永远都不会麻烦。如果我们在最亲密的人面前都要权衡，都要小心翼翼的话，我们干嘛要进入婚姻呢？你尽管去闯去闹，我会永远拖着你的。谢谢。告诉方离，我受伤了，让他来伺候。告诉方离，我受伤了，让他来伺候。可是明少，您的电话也被方离小姐拉黑了。方离，你这次到底在用什么新的手段？对了，明少，听说方家主动提出把联姻对象改为了方雨欣小姐，被夫人拒绝了。喂，明舟哥哥，那天我是自愿的，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以后我不会再给你惹麻烦了。大小姐，您当年救下明少落下腿疾，现在网上都知道您和明少发生了关系。如果顾家不娶你，老爷就会把你嫁给打死3任老婆的老黄总了。李嫂，不要再说了。明舟哥哥想娶妹妹，我知道的，我可以承受这些的。可是你会被老黄总打死的。雨欣毕竟救过我的命，她在方家处境艰难，先娶她，签订契约婚姻，帮她一把。雨欣，我会找媒体发出公告，我会娶你。哈利宝贝，你要找的酒吧监控我已经发给你了，与顾明舟无关，果然是方雨欣搞的鬼。哈利宝贝，顾明舟刚刚宣布了要和方雨欣联姻，恐怕你拿了证据，他也不会相信的。你还放不下他吗？不，我只是去和过去告个别，让他们别再纠缠。顾氏太子爷宣布自己与方离早已分手，与方雨欣近日成婚。阿离，你这次脾气闹的时间太长了，我与雨欣的婚讯就当对你的小惩罚。果然演不下去了，来求我了。
怎么，昨晚在酒吧不还挺硬气的吗？今天看见我和雨欣的婚讯，后悔了，来求我了？顾明舟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求。阿离，你啊，什么时候能学学雨欣？身材放软点儿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方雨欣，那我祝你们长长久久。只是，我希望以后你们都离我远一点，不要再抱假警恶心我。我告诉你，雨欣一向温柔善良，不可能抱假警。喂，您好，我是顾明舟的秘书，我家顾总在夜宴酒吧被人砸伤了。这不可能！可不可能？你把他叫过来，问问不就清楚了？喂，方雨欣，明舟哥哥，明舟哥哥，我们才刚公布婚讯，你就想我了？妹妹，明明是你先和明舟哥哥退婚的，怎么能我们公布了婚讯，你又来搞破坏呢？您好，我是顾明舟的秘书。这怎么解释？这怎么解释？明舟哥哥，我……顾总，听酒吧经理说，他在找人拿了昨晚的监控，刚刚去医院找明少了。我的小玫瑰终于开始展示她的刺了。给大嫂打电话，就说明舟住院了，想她。是。老婆，你放火，我来给你添把柴。我是因为太生气，那天妹妹伤了你，所以才帮你报警的。贱人！我家已经拒绝了你的婚事，你竟然敢跑到医院勾引明舟！阿姨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叫我阿姨？妈，这里是医院，你冷静点。雨欣不是那种人。熊瑞丽能做顾家夫人，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？老女，我呸！不是我想的那样，方离追了你7年，我也没有见他酒后犯错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记者把你堵在床上？雨欣，你设计我。雨欣，你设计我，你最好解释清楚。不是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酒店会有记者的。滚！我说滚！走！阿离，看来你终于彻底把顾明舟放下了。现在顾明舟已经知道是我设计他，再纠缠下去只会惹他厌烦。只要他还误会我是他的救命恩人，我以后就还有机会。还不快滚！儿子，手怎么样？没事儿。哎，方离，所以你昨晚真被警局扣下了？与你无关。你是我的未婚妻，你说和我有关系吗？是前未婚妻。我结婚了。方离，你别以为
戴婚戒就能骗我？我们的关系只能我说结束，你没资格。258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来见证我老婆的光彩时刻。顾夫人，是你通知的。老婆，你满意吗？看见我未婚妻了吗？方小姐好像去那边了。谢谢。她现在已经不是你未婚夫了，你是我老婆。顾明舟可是京圈太子爷，我们惹不起他的。老公，我们还是躲一躲吧。我不怕。小叔，有事？看见方离了吗？见了。在哪儿啊？他逃了，有些关系结束了，勉强不来。哦，阿离呀，只是被我忽略太久了，不开心了。女人嘛，哄哄自然就回来了啊。小婶儿，哎呀，怎么每次小婶和小叔在一起，都搞得好像见不得人一样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小婶是被小叔偷来的呢。合法夫妻。合法夫妻。08传顾明舟可以办理出院了。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小叔，我先去办出院手续了。我们顾家的女主人总要参加晚宴，面对媒体吧。这小婶儿害羞的毛病啊，得改。顾明舟应该没有认出和258在一起的人是我，不然以顾明舟的性子，他肯定早就杀过来了。怎么样，顾明舟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关系？老婆，我就这么见不得人吗？顾明舟说你是我偷来的，他还嘲笑我说我老婆不肯带我见人，我很吃醋。所有人都知道你追了他7年，所有人都知道你很爱他，那我算什么？我的第一次爱，第一次体验，全都给了你。你睡我是冲动，是想报复你的未婚夫；嫁给我是想忘掉你的未婚夫。愿意做你的女人，老婆，8块腹肌。公狗腰，还有那张人神共愤的脸。
老婆，你还满意吗？阿离宝贝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都结婚了，为什么还不能堂堂正正的带出去呢？别说258先生郁闷了，我都郁闷。你也知道，这些年我都过得很难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人，关心我，爱护我。我是怕他被顾明舟报复，如果顾明舟知道了，他一定会毁掉。报复？你说顾明舟敢报复他？阿离宝贝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老公也姓顾，他就是金圈势力本力呢？什么意思啊？阿离宝贝，我什么都没有说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这些衣服呢，特别性感，你好好穿，抱好258先生的大腿。嫂子，您的腿已经完全可以日常生活了，从下周开始可以尝试练习芭蕾舞了。谢谢沈姨。那个，我家老顾说让你留下来吃完晚饭再走。让你留下来吃完晚饭再走。好嘞，嫂子。他竟然没有反驳。我先上去换个衣服。你还挺客气，帮自己人治疗还请我吃饭。吃饭？刚刚嫂子说你让我等会儿回来请我吃饭。哎，不得不说，你们夫妻俩的称呼方式也太古板了。老顾，怎么不能叫个阿昭啊、婷婷啊？阿离，我不是有意要瞒你的，我确实姓顾，是我前未婚夫顾明舟的小叔。老婆，当时的情况，如果我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，我怕吓到你。我能理解你，这段时间你对我的包容和照顾，我确实也很感动。但是，我需要些时间，去好好想想这件事情。上车，把皮鞋拿给太太。好。太太，这是顾总让我送过来的。太太，我求您了，您就上车吧。顾总他是错了，该罚，但让他自己在冷风中冻着吧，您别把身子给冻坏了。我累了，要找地方休息。你们回去。好。顾总，太太住的是环宇集团旗下的酒店，您可以放心了。阿离还没吃晚饭，让酒店经理把饭菜送到他房间。是。顾太太您好，顾总特意让餐厅准备了晚餐，这是酒店送您的欢迎礼，祝您用餐愉快。明明知道你喜欢我，对我好，
可是这种一步一步被你算计的感觉，烦死我！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有被我算计的感觉。第一次爱人，笨拙又忐忑，想要小心翼翼保护你，却还是让你伤心了，请你原谅我。顾昭廷，你又算计我！顾探长好，我们是道歉日记研发团队。顾总在8月10号投资了我们的项目，想要开发一款向妻子持续赎罪、用于追妻的软件，但是我们这款软件还未研发上市。您已经发现了顾总隐瞒的事实，导致这个项目即将流产。8月10日，不是我接受顾昭廷求婚的日子吗？他当时就决定隐瞒我，也猜到我会生气。求您再给我们团队一些时间。喂，老婆。顾昭廷，你知道你哪里最讨厌吗？你在金圈只手遮天，你聪明强势，步步为营。现在我才知道，我从一开始就被你算计。你找记者曝光顾明舟和方雨欣的绯闻，这让他们被众人指责，我也没有了后退的余地。我拿着酒吧视频去找顾明舟，揭穿方雨欣。你通知顾夫人，助推我把关系了结。确实如此。你晚上回家，利用我的自责，装吃醋扮可怜，更进一步的将我吃干抹净。现在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。老婆，我错了。顾昭廷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蠢，被你一步步算计，像个笑话一样？和自己的未婚夫小叔上床，先斩后奏的是你，知道真相之后没有办法也没有退路，釜底抽薪的也是你。不是老婆，是你太聪明了，很早就猜到了我的计划。老婆，快开门呐！老婆，老婆，我错了，你生气的样子，我好喜欢。放开我！人只会对他觉得安全的人发脾气，说明你的心里已经有我了。民政局并没有查到方小姐登记的信息，而方小姐手中的玫瑰戒指原型是10年前法国拍卖会上一神秘买家花3亿拍下来的一对孤品，因为外形独特受人喜欢，网上有很多仿品。我就知道他是故意装结婚买婚戒来气我，在他心里啊，根本忘不掉我呀。方小姐今天入住您管理的酒店，就是为了接近你。若即若离，以退为进。他呀，也算为我花心思了呀。啊？来，房卡给我。你可以走了。阿离，他怎么有房卡？在你们顾家的酒店，你们叔侄就这么不注重客人的隐私吗？老婆，我们是合法的，他一个前未婚夫，凭什么让我躲起来？你就先躲起来。方离，你刚刚和谁说话呢？我看电视，不行吗？
你房间里藏人了。顾明舟，我们已经解除婚约了，就算我藏了人，也与你无关。方离，你长本事了，知道拿别人来气我了。我承认，当初我不该和雨欣走得太近来气你，所以你这一套也可以省省。今天你特意来我旗下酒店开房，不就是想勾引我吗？我给你这个机会。方离，顾明舟，你从小就是京圈太子爷，在众星捧月、万众瞩目下长大，肆意又自我，从来都没有听过我在说什么。我追了你7年，你冷淡我、忽视我，方雨欣栽赃我，我解释你从来都不信。哈利，现在我跟你说，我不爱你了，我嫁人了，你还是不信，你就仗着我对你的喜欢肆意践踏我，你根本就不懂爱。你出去。老婆，老婆，今晚太刺激了，我需要提前适应一下。前未婚夫小沈的身份，你先出去。老婆，出去，出去，老婆，出去。我竟然成了前未婚夫的小婶子，要是被别人知道了，该怎么想我和顾昭廷？喂，傅伯，怎么了？大小姐，方雨欣故意把您和顾家退婚的消息告诉了老爷子，老爷子气得心脏病发作了。现在方雨欣作为家属不想签字，想生生把老爷子拖死。那方父和孙婉琪呢？他们去国外度假了。你等我，我马上过去。方小姐，按照规定需要家属签字才能做手术。方离已经和方家断了亲，老爷子一死，我就是方家遗产的唯一继承人。不行啊，你这上面写了手术有风险，我不能签。人命重要，您再不签字就错过最佳抢救时间了。那怎么行呢？我不想让爷爷承担风险。不行，我真的不能签。方雨欣，医生，我是病人的亲孙女，我来签字。你就仗着我对你的喜欢肆意践踏我，你根本就不懂爱。方离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，我会重新的好好爱你。怎么了？明少，方老爷子住院，方黎小姐和雨欣小姐在医院打起来了。什么？小叔今天也来医院啊？看你小沈，真巧，我来看我未婚妻，一起啊。方离，你都已经是一个没人要的丧家之犬了，你还敢打我？方雨欣，我告诉你，我爷爷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就不是打你这么简单了，我要送你坐牢。那个老不死的，我不过是说了你几句，结果他就想护着你，气得自己心脏病发。谁让他护着你的？他活该！小叔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叫我小叔？你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雨欣，没事吧？没事，
明州哥哥，爷爷知道了妹妹和家里断绝关系的事情，结果气得心脏病发。我实在是气不过，说了妹妹几句，结果被小叔误会了。方离，你什么时候能改自己冲动的性子呀？我改不了，我老公都没有管我，你又以什么身份要求我？小叔看阿离的眼神似乎很不清白。我已经和院长打过招呼，心外科专家已经进手术室了。再拷贝一份医院监控，让想要杀死爷爷、故意拖延手术时间的人进监狱。好。不行，明州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那个医院风险通知书上面说有风险，我不想让爷爷承担风险，所以才……这么恶毒愚蠢的女人，你居然还要护着！李欣，所有手术都有风险，这是必须要告诉患者的。你不知道，所以你在故意拖延方老爷子的治疗时间，为什么？顾总放心，方老爷子抢救及时，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需要家属过来交代一下患者情况。明州哥哥，你听到了吗？爷爷没事，你能不能帮我求求小叔，让他也放过我？我不能进监狱，监狱那么恶心的地方，我怎么能……你不能，方离就能啊！当初你可说过，犯过错需要自己承担后果。明州哥哥，我是犯了错，可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。我只有拿到爷爷的遗产，成为真正的方家大小姐，才能够配得上你。别打着喜欢我的名义做恶毒的事，我不是你的挡箭牌。明州哥哥，我当年为了救你摔伤了腿，如果我再进监狱的话，我这条腿会废掉的。明州哥哥，你就帮我求求小叔，帮我最后一次，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招惹方离了。看在你救过我的份上，最后一次，以后离我远点。顾明州，果然拿你的救命之恩要挟，你还是心软了。明少，方家老宅内的监控内容已经消掉了。出去吧。对不起，阿离，我欠方雨欣一条命。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好好的弥补。乖女儿，你爷爷怎么样了？幸亏我及时送医，爷爷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。可是，医生说爷爷年纪大了，这次生气导致脑出血，以后可能都醒不过来。爸妈，你们别生妹妹的气，她只是因为走投无路了，才会打爷爷遗产的主意，害爷爷心脏病发的。啊，对了，爷爷清醒的时候，把遗产都给了我。好孩子，你不仅保住了你爷爷的命，还保住了方家的财产。方离这个白眼狼，我们这就去医院，走。幸亏我趁老不死的昏迷，拿着他的手在我准备的遗嘱上按了手印，方家以后就是我的了。爷爷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乡下回来的大小姐，可真土。是啊，是啊，你以后就是方家大小姐了，这扭扭捏捏像个什么样啊？什么扭扭捏捏？这叫做文静、内敛。阿离，不管你什么样，都是爷爷的好孙女。
这是爷爷送给你的见面礼，拿着。以后若是受了委屈，就跟爷爷说，爷爷替你做主。爷爷，爷爷，你一定要醒过来。被赶出方家，竟然打老爷子遗产的主意，亏得老爷子之前那么护着你，真是个白眼狼。白眼狼的应该是你们。如果你们当初不收留方雨欣，爷爷就不会被气得心脏病复发。方离，你还要往雨欣身上泼脏水？我……爷爷的住院手续已经办好了。顾总，您怎么有空亲自来医院看我们家老爷子？老公，明州那么喜欢雨欣，顾总肯定是替明州来探病的。麻烦您了，药单给我吧。方子，刚刚是想打方离对吧？沉住！顾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刚刚是要教训这个不孝女。方离是我顾家的人。顾总，你误会了，明州已经和方离解除婚约了。为了交换，我们会把雨欣嫁给他。是退婚了，所以方离是我的。你们出去吧，爷不想见到你们。走，走。我和他们已经断亲了，他们不配知道我和你的关系。你赶紧滚！老公，明州喜欢的不是雨欣吗？为什么明州的小叔却一直在护着方离那个死丫头，还对我们动手？难道是雨欣骗了我们？走，回家。爸妈，我可是你们亲自教出来的，我怎么会骗人呢？你们也知道，妹妹从小就比我会讨男人喜欢，小叔在外当兵10年才回京，怕是不清楚两家联姻的变故，这才被妹妹给趁乱而入了。老公，雨欣说的有道理，只要我不让出爷爷的股份，妹妹是不会消停的。我看我还是赶紧离开方家吧，不然这个家迟早要被他给搅散了。爸妈，女儿不能给你们尽孝了。老公，雨欣可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她的品行你还不清楚吗？妈妈，我被误会没关系的，只是我担心公司正乱，你和爸又无心管理公司，妹妹会不会带着小叔趁虚而入啊？行了，你留下，明天一早我就会对公司宣布你继承人的身份。谢谢爸。顾明州不识抬举，不肯娶我，连他小叔也看不起我。等我成了方家的继承人，有的是人抢着和我联姻，他们会后悔的。顾总，律师整理证据的时候发现，方家老宅监控被毁，控诉方雨欣入狱，证据不足。啊，还有，
方雨欣现在要成为耀盛集团继承人了，这是我们安插在耀盛集团董事会股东发来的。各位董事高管，小女雨欣一直在公司担任副总，如今老爷子将手中的股份送给她，她将成为公司新的总裁。雨欣合适吗？他倒是可以，我觉得不太行。资密太监，不错，这份合同的印章和指纹确实是老爷子。那往后就请大家多多指教了。等一下，方离，我这里也有一份股权转让书，爷爷在住院之前也把股份转让给了我。真假的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份股权转让书上，老爷子的印章和指纹也全部都是真的。怎么可能都是真的呢？不是真的。公司是爷爷一生的心血，绝对不能让他毁在方雨欣手中。既然方雨欣可以趁爷爷昏迷的时候伪造继承书，我们也可以。这样一来，高层们分不清真假，想得到真相，就只能等爷爷醒过来。不过，阿里，一旦你进入药社，方雨欣就会是你们眼中钉，所以我们得隐藏已婚的事实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让他认为你毫无倚仗、毫无后手的时候，他才可以肆无忌惮的出手。越是猖狂，越容易露出马脚。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趁机拿到他伤害爷爷的证据了。找机会把他陷害你入狱的证据找出来，数罪并罚，让他一辈子都在监狱里忏悔。方雨欣，你害我入狱，又动了爷爷，这一次我不会再放过你。不可能，你这份转让书肯定是假的，你敢趁爷爷昏迷伪造转让书，这是犯法的。我敢签承诺书保证这份转让书是真的，否则我就承担法律后果。你敢吗？不。我聪明又勇敢的阿里终于回来了。方总，现在这种情况能够证明合同真假的只有方老爷子本人了。那他要是一直醒不过来呢？在他清醒之前，不如我们让两位小姐一同进入药盛，各自主导项目，谁做得好，谁做总裁。我不同意。我过去的项目都是靠顾明舟拿下的，现在他都不管我了。怎么？你是怕你的业务能力比不过我，还是怕在爷爷苏醒过来之前坐不稳总裁的位置？我怎么会怕呢？我不过是担心妹妹你连大学都没有读过，为了跟我逞一时之快，给公司惹下更大的麻烦。老公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，能猜中我进会议室之后每个人的反应？这里是所有高管的资料，方便你知人善任。这里是接下来的团队搭建计划以及学习计划。你虽然在狱中学了不少管理知识，但缺乏实战经验。方雨欣看似蠢笨，但跟在明舟身边多年，学了不少真正有用的东西。怎么了？老公，被你保护的感觉真好。以上就是我的分享，很期待大家加入我的团队。虽然现在团队才初具雏形，但你们不觉得看着团队落地生根、茁壮成长，很有成就感吗？
等到项目落定了以后，我相信大家的前途都将不可限量。方离，没上过大学，脑子还真是蠢。你该不会真以为在职场上靠真诚有用吧？连大学都没读，一点工作经验也没有，你这种人当领导，只会耽误我们的前途。对，雨欣副总在公司多年，和明少出双入对的，以后呀，可是顾家太子妃。各位，我们可不能毁了自己的前途。对，我们要跟着左组长、雨欣总的团队。你看，连个人选你都没有，你趁现在认输，偷偷滚还来得及。方离，你可别怪我没给过你机会。你现在不认输，等到时候输了，就要爬着出去。我选他。我看过方离副总的履历，他7次拿过国际竞赛大奖，收到过哈佛录取通知书，却没有去上，一定有他的苦衷。我们相信丁组长的眼光，方李总，我也选你。方离，明少，听说方小姐是拿着方老爷子的遗嘱，主动进入公司的。你有没有觉得阿离好像在发光？这个文件你好好检查。好像您当初刚认识他的时候，小叔刚命令了让我与药圣展开合作，阿离就迫不及待的想进入药圣，一定是想引起我的注意。早安，去定时花送到阿离办公室，庆祝他入职。好。喜欢吗？顾明舟，我已经警告你很多次了，不要再来骚扰我。不会吧？你这么年轻就健忘症了？阿离，别装了，你入职药圣不就是听说我和药圣要展开新合作，想借着合作的名义接近我吗？好了，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。这个机会你还是给你的方雨欣留着吧。哎呀，婚戒都不戴了，不装已婚了啊？戴不戴婚戒都不影响我和我老公的感情。那有空把你老公叫出来，我们一起坐坐。我怕吓死你。来。听说小顾总这次是代表环宇来谈签约的，这怎么开了一天的会，连提都不提啊？我猜他是在犹豫和哪位副总签约，一个新欢，一个旧爱，男人嘛，都是贪心的。我一定要找机会，再利用救命之恩拿下合同。到时候有了顾明舟的撑腰，我在药圣就能一路畅通，把方离狠狠踩死。明舟，谢谢你来支持我的工作，预祝我们两家合作愉快。阿离，过来坐。明舟，妹妹不愿意，还是我来做吧。我宣布件事儿啊，从今天起，我们环宇集团和药圣集团的合作项目便由方离团队负责。环宇集团的项目有3个亿，如果方离负责，方宇新团队在与方离团队的比赛中根本毫无胜算了。是啊，阿离，这就是我对你的弥补，你一定很感动吧？顾明舟故意来帮方离针对我，看来我在项目上得再想办法。方副总，你还不赶紧敬顾总一杯，谢谢顾总。顾总，您亲自过来，真是药圣集团的荣幸啊！小叔，一个3个亿的生意，我来操持就行了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我和老爷子有私交，他住院了，
我自然要过来盯着。方雨欣履历优秀，这次项目由他负责。小叔，这次项目是与官方合作建设剧院。阿离从小学芭蕾，更具有艺术审美吧？是啊，顾昭庭怎么不选方离？在医院，他明显护着方离，现在又把项目指定给我，在打什么主意？不愿意。不管，先赢了方离，把他赶走再说。那就多谢顾总赏识了。小叔，你明明之前看不上方雨欣，还要让我离开他，现在为什么要把项目给他？方老爷子和我是忘年故交，只是为了让项目更好的落地。他们现在正在内斗，你把项目给了方雨欣，就是在害阿离。心疼的还是在教我做事？当然是。闭嘴！无论哪一种，你都没资格。那个顾总和明州正在谈事情，你现在过去恐怕不太合适。那个，你跟在顾总身边也已经有很多年了，你知不知道顾总为什么上次在医院的时候明明很护着方离，这次却把项目给了我？方小姐，您误会了，顾总原本不认识方离，在医院，顾总只是为了方老爷子的身体而着急。看来是我多心了。老婆，你老公刚刚的演技怎么样？可以拿影帝。听说顾明州送你叔侄礼物了。顾总平时工作这么忙，还有时间在乎我和前未婚夫的来往？阿离想要你。你疯了！我们的宴请还没有结束，包厢里还都是人。可是，我一想到你跟顾明州每天在项目上朝夕相对，而我和你却要当陌生人，我就极度的要发疯。顾明州找你。方副总，你去哪里了？咱们的商业宴请要拍照留念结束了，顾总也一直在找你。老婆，我马上回来。不够，晚上回家还要。今天辛苦你了。你也辛苦了，方总。啊，我的车来了，我就先走了，方总。啊，好，再见。上车，阿离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，我老公还是会亲自来接我的。阿离，你趁我还有耐心哄你，最好见好就收，不然的话，你在方家斗争失败了，还能来我们家做顾少奶奶？
顾家少奶奶听起来确实还不错，不过顾家有这么多人，我要当顾家少奶奶，干嘛嫁给你啊？不嫁我嫁谁？在我们顾家，还有谁比我大？啊？我觉得你小叔顾昭庭就不错。我小叔已经结婚了，他很爱我小婶儿，你没机会。车牌5个9，我在车上等你。不是做梦，我老公来接我了，拜拜。嘴硬，拿小姐妹的车来服务。老公，你就算是为了不让别人发现，也不用开一辆这么可爱的车吧？方副总每天上下班没辆像样的代步工具怎么行啊？送我？妈，今天顾昭庭亲自去宴会，任命我为环宇项目的总负责人。现在看来，还得谢谢熊瑞丽不同意我嫁给顾明舟呢。没准儿我能嫁给顾昭庭。他可是顾家的实际掌控人，恐怕不是我们这种家庭能攀附的。哎呀，事在人为嘛。再说了，我们两个现在在同一个项目上，以后接触的机会多着呢。只是，妈，你也知道，从小无论我想要什么，妹妹都会找机会抢走。这次你能不能帮我看住她呀？不如我们帮妹妹安排相亲吧。虽然妹妹不能继承爷爷的遗产，但也可以给她找个好归宿，不是？方离，给你随便配个种，等身陷泥潭，看你还拿什么跟我争。这次我们的项目呢，我的设计理念是这样的。本次设计呢，我们将会采用钢琴的形状作为墙面的外观和主体，这样的设计呢，完美契合了我们项目的艺术中心和思想方案。以上就是我对本次设计的全部方案，谢谢大家。雨欣副总的方案非常完美。谢谢顾总的夸奖，我一直非常崇拜顾总，这次能和顾总合作，十分荣幸。方离副总，等会来我办公室一趟，我有资料给你，以后多向雨欣副总学习。太好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吧！过奖，过奖，这都是大家共同的努力。方副总，学会了吗？方离，方副总，希望你好好把资料吃透，老老实实给雨欣副总打下手，不要耽误他的进度。好的，顾总。这是我的办公室，不欢迎你，你出去。你连大学都没有上，还妄想跟你姐姐抢继承人的位置，真是自不量力。我的办公室不欢迎你，出去。今天下午去这里相亲，别说你妈我不管你。他会好心安排我相亲，想必是方雨欣怕我接近顾昭庭，破坏他的项目，想用相亲来拖住我。也好，只要我答应，就能让方雨欣放下责备心去演。你会有这么好心？你不会设了什么圈套等着我吧？不去。如果你不去，以后就休想看望爷爷。
重新认识一下，方离，你好，我是你的相亲对象。我不想和前未婚夫的表弟相亲。啊？方离，我表哥和你姐都上床了，你还放不下他？都说贞洁的男人才是最好的嫁妆，他没有，我有。拍张照片证明你去相亲了，不许耍花样。你相亲是被逼的呀？方离，给我20分钟互相了解的时间。20分钟后你不喜欢我，我们各自回家。啊？或者我现在跟孙阿姨说，你不愿意跟我相亲。好啊，行。我爱的就是相亲。表弟，我也爱相亲，算我一个。表哥，迟来的深情已草芥，你都已经错过了，就不要耽误表弟的幸福了。哼！方离，我是海氏谢家的继承人，婚后你在海氏做什么，我都给你兜底。既然陈宇要相亲，我做舅舅的自然要参谋参谋。开始吧。方离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人？这还用问？标准答案就在这摆着呢。我喜欢聪明、帅气、沉稳、喜怒不形于色的男人。虽然我年龄比你小，但是帅气和聪明，明显说的就是我。但是沉稳和喜怒于色，我愿意为你改。有些啊是天生的，改不了。我相信爱情的力量。方副总，上班期间出来相亲算旷工。顾总，我这就来。啊，表弟，他根本就不喜欢你，我劝你啊，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无所谓了，只要不喜欢你这个渣男就行。表哥，你不觉得他喜欢的类型像舅舅？开车。哎呀，老公。老婆，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好？你居然和我外甥去相亲？这不是我们最近在公司装不认识，让方雨欣得意忘形嘛，所以你就有空当着老公的面去找男朋友了？是舅舅的车。废话。老公，有人。这是单面玻璃，他们看不到。我们先回家，好不好？好吧。顾总，这是方雨欣送过来的施工方案，虽然现在已经在动工了。我相信爱情的力量。娶老婆的人太多，再拖下去家都要散了。看来得早点公开我们已婚，断了其他人的心思。让方雨欣日夜盯着工地，早日完工。就说完工之后，
我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他，先随便挑点礼物，先送他。是。顾总，我可以进吗？方小姐，顾总还有工作要忙，总裁对您最近的工作很满意，希望你能尽快监督剧院完工。我会亲自监督的。那最好了。啊，这是顾总送您的礼物。我们顾总喜欢聪明的人。药圣集团虽然还不错，但和环宇比起来，不足轻重。方小姐要好好把握。陈柱可是顾昭庭最得力的下属，他的意思或许就是顾昭庭的意思。难道顾昭庭真的暗恋我？你一个做女儿的，竟然敢命令起老子了！雨欣，外面下那么大的雨，大剧院的工期不用赶着1、2天的。你爸身体不好，就别让他去监工了。顾昭庭说了，要早日完工，我要做得好，他才会喜欢我。你们能不能别耽误我做顾夫人？你怎么敢这么和我说话？我怎么不敢？你们把公司的股份都给我了，也和亲生女儿断亲了，有退路吗？看在你们养我的份上，我叫你们一声爸妈，给你们养老送终。你们如果不识相的话，就滚！老公，听说阿里被抱错后，流落在外14年，受了很多苦。我这个当妈的，真是该死啊！别哭了，明天我们就把阿离接回来。可是，阿离会不会介意雨欣的身份？你是想说送走雨欣？即便送走，也只是暂时的。我叫了你们这么多年爸妈，你们还不肯满足，偏要把自己亲生女儿找回来和我争家业。雨欣，爸妈，妹妹明天就回来了吗？太好了，我终于要有妹妹了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。从你们要把方丽认回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恨透你们了。为了把你们的爱彻底从方丽那里抢过来，我不得不装乖卖傻7年，也算是忍够了。老公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这个时候，你不是在该跟方雨欣开会吗？不耐烦陪他演戏，就提前回来了。下雨天，你的腿刚好，慢些练，别累着了。我打算以后都早退，然后回家练舞，这样既不会让我老公吃醋，又可以让方雨欣以为我在摸鱼，放松警惕。老婆，你受累了，再忍半个月，收网。大剧院的建设马上就要完工了，内外的装修都是按你的风格设计的，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陈秘书，我的工作报告交上去了吗？顾总对我的工作满意吗？啊，顾总对您的成果很满意。有了这张卡，您就可以自由出入环宇集团旗下的任何场所，环宇集团上下都将为你服务。那我能亲自进去向顾总道谢吗？滚！顾总，我求求你了，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嘛，我一定会做的，比方雨欣更好的。方离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别和方雨欣抢功了，她在我心里的位置很重要，你拿什么跟她比啊？
大剧院的第一场演出，半个月后，期待你在这里上场。谢谢你，老公。当初我入狱的时候，我就以为我的人生已经彻底完了，没想到现在我还能重回舞台跳舞。很好。方雨欣和方父、宋婉琪决裂了，现在是你游说宋婉琪的好机会。老婆，该你上场了。雨欣，求求你，让医院里的医生救救你爸爸！你爸他现在已经累得昏迷了，你项目里肯定有其他的工程师也可以验收的。其他人和爸爸比，怎么能一样？只有他去验收，才能证明我对顾昭婷的诚意。雨欣，你爸爸再这样下去会没命的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他呢？我跟你们可没有血缘关系，以后我只会是耀盛的总裁，环宇的顾太太。你来干什么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我可以救方父。真的吗？好孩子，果然还是亲生女儿比养女亲呢。我做这些只是为了让爷爷安心，你们只生我，却从来没有尽到过半点做父母的责任。你们是死是活，我不在乎。我房间里有一份名叫方雨欣犯罪证据的文件，你去帮我拷贝出来。拿来！不可能！你买通混混，假装凌辱自己，下压力入狱，又把老爷子气得心脏病复发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哼！你都知道了，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你和方离已经断亲了，老爷子也已经成了植物人，耀盛集团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了。你都承认了？是啊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原本你不帮方离找证据，我还能管你和方父的后半生。可现在，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个白眼狼啊？3年前，方雨欣买通混混，诬陷我入狱，现在又把爷爷气到心脏病复发，恶意拖延抢救时间。这不可能！雨欣是在我身边长大的，她乖巧懂事，可能只是因为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，所以她才性情大变的。如果你不信，你可以假装拷贝证据，质问他。安离，妈错了，妈真的错了。喜欢吗？喜欢，好漂亮。来。方离，今天可是剧院正式投入使用的日子，你来干什么？你来，该不会是提前求我给你口饭吃吧？是为了庆祝，不过不是为了你。不是为了我，
难不成还是为了你啊？这条项链可是顾总特意派人送过来的。陈助理还说，顾总今天给我准备了惊喜呢，说不定是求婚。真希望你一会儿也能这么自信。切！方副总，剧院的设计简直太美了，那外观看着像一架钢琴，但更像一个方字。这些都是顾总的意思。听说顾总喜欢的人姓方，方小姐喜欢玫瑰吗？顾总的心意我都喜欢。二位，请入座吧。请。欢迎大家参加环宇大剧院的开业典礼。这个剧院是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所建，今天他会登台演出。什么玩意儿？一看就是个绿茶婊，怎么表哥你和舅舅都喜欢？无聊，走。唉，确实无聊。我以前怎么会为了这种女人伤害阿离？哇塞，方离，这是顾总给我准备的庆功宴，他怎么会在台上？方玉欣，我们接到举报，你涉嫌伪造证据陷害，蓄意谋杀，现在跟我们去警局。不可能，证据昨晚已经被我毁了。这是人不可貌相。就是，那天晚上证据是假的，你设计我。这赶不上啊！其实我电脑里没有证据，我只是要你故意演一出戏，让方雨欣以为彻底没了后顾之忧，得意忘形，憋了3年，想必他早就想说出真相了。是方离，这庆功宴是为我准备的，我才是王家唯一的大小姐，我比方离优秀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原来是这种人，真没看出来。阿离，你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耀眼了？他一直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，只是你不识人而已。不愧是我喜欢的女人。阿离，为什么你在我身边的时候，就从来没有这么耀眼过？顾总，您昨天就收到方雨欣犯罪的证据，却偏要等到今天才揭露，让方雨欣亲眼看到太太重生，才是真正的杀人诛心。阿离所受过的委屈，我全都会替他讨回公道。老婆，我刚刚忽然想蒙住台下所有人的眼睛，让你只属于我，但我知道你本该就这么耀眼。顾总，外面的记者还等着采访您呢。你快去吧，我把演出服换完就出来。好。阿离，你的腿不是瘸了吗？哦，原来你是想博取我的同情心，装的。装不下去了，又换了个新手段来勾引我。芭蕾舞啊，跳得不错，这一次你的手段很成功。好了，回到我的身边，我们顾家少奶奶的位置还是你的。顾家少奶奶我已经是了。果然他心里只有我，还一直以我老婆自居。行。
我一定要把阿离追到手。劝你啊，死了这条心吧。你要想追的话，他也不会同意的。啊！啊！哎呀，鬼叫什么啊？小叔的事没见过呀。大哥，听说小叔结婚了，知道吗？你说你小婶儿会不会就是你前未婚妻啊？说什么傻话呢？老公，我是觉得我们擅自就决定婚礼的事情，也没有告诉你的家人，会不会太早了？只要你愿意，随时都能见面。太太，好了，谢谢。可是我毕竟是顾明舟的前未婚妻，你家人知道了，会不会介意啊？怎么会呢？你那么好，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不过都听老婆的，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安排你们见面。嗯。都要办婚礼了，连个娘家都没有，你难道想让婆家看笑话吗？我有我爷爷，至于其他人，不要也罢。阿离，我们错了。这些年，我们被方雨欣装乖扮可怜给迷惑了。求求你，原谅我们吧。女儿，爸也错了。当思念飞过夜空，缠绕之阿离，停留。你在我身后追了我7年，我现在给你机会，只要你追，我就娶。可你现在怎么不追了呢？今日，轰动京市的方家假千金蓄意谋杀案审理完毕，方雨欣对其转移方家资产、蓄意谋杀方振国、陷害方林入狱等罪名供认不讳。妹妹，我再也不敢和你争了，爸妈还你，明舟哥哥也还你，你放过我吧，不要再让慧慧凌辱我了，好不好？你放过我吧。雨欣，起来，方离，我会让你进监狱的。不是，我没有。我怎么这么蠢？错信方雨欣，冤枉了我的阿离。方小姐，这次顾总从国外请的医疗团队帮你爷爷做了手术，据评估，老爷子苏醒的几率很大，恭喜。老公，我带伞了，不用来接我。方离，当初方雨欣故意设计你入狱，你为什么不再多辩解几次？我和你解释的还不够多吗？是你眼瞎，今天又跑来发什么疯？方离，我以前对你的种种误会，是不是都是方雨欣栽赃的？我以前对你的种种误会，是不是都是方雨欣栽赃的？回答我！我说回答我！方离，我不过是和雨欣为校庆演奏一起练琴而已，你发什么疯？我走。救命啊！妹妹要杀我！对不起，我不
不是我，方离，不是我。等会儿我给你包扎一下。妹妹，我再也不敢和你争了。爸妈还你，明州哥哥也还你，你放过我吧，不要再让混混凌辱我了，好不好？你放过我吧。雨欣，起来。方离，我会让你进监狱的。不是，我没有。我回答你有什么用？是我当年下过的跪，挨过的巴掌，坐过的那几年牢，能从我的记忆中抹去，还是能让时光倒流，让我再活一遍？阿离，嫁给我吧，我会好好补偿你，重新给你幸福，好不好？顾明舟，趁现在医院还没有下班，我建议你去看看你的脑子。早安，阿离，是拒绝我了吧？是的，少爷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担心天黑你害怕呀。总是听人家说起小玫瑰，赶快把这些花给我摆好，一会儿玫瑰姑娘就来了。你小叔不近女色，都能把媳妇儿给领回家，你呢？方离那么好的姑娘，这婚都定了，都能黄了。不是的，妈，阿离才不会舍得不要我。等他气消了，他一定会答应我求婚的。喜欢就赶紧去追，别等到方离结婚了，有你后悔的。我出去透透气。这是什么呀？玫瑰啊，你好好养它，等到情人节开花的时候，你就把它送给我，好不好？想要花儿，我有的是钱，随便买哈。那不一样，爱人如养花，你需要在它身上倾注时间，这朵花才会被滋养的格外耀眼、漂亮。我想要你亲手送我花。明州，等到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就办一个玫瑰主题，怎么样？当我们两个一起牵手步入礼堂的时候，漫天的花瓣雨都洒下来。爱人如养花，妈，你替我告诉小叔，改日我再见小婶儿，我要把我的方离追回来。顾少爷和太太回来了。他怕羞，能见的时候自然会让你见。我结婚了。哎呀，怎么每次小婶和小叔在一起，都搞得好像见不得人一样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小婶是被小叔偷来的呢。合法夫妻。哎呀，婚戒都不戴了，不装已婚了啊？戴不戴婚戒都不影响我和我老公的感情。那有空把你老公叫出来，我们一起坐坐。我怕吓死你。大哥，听说小叔结婚了，知道吗？你说你小婶儿会不会就是你前未婚妻啊？方离，小叔，正式介绍一下，你小婶方
你配当我小叔吗？竟然抢我的女人！老公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已经退婚，不是我抢，是你没本事，护不住方离。我告诉你，即使退婚，方离最爱的人也是我。你夺我所爱，是我小叔也不行。住手！住手！我现在爱的人只有我老公。干嘛呢？大喜的日子吵什么？赵婷，你的爱人怎么会是方离？爸，这就是我常跟您提起的我的救命恩人方离。哎呀，造孽呀！你给我过来！没事的，你安心等我回来。整个京市，谁不知道方离和明州有婚约？顾家的规矩还是你帮我定的。现在你抢了明州的未婚妻，外界会怎么看你？怎么看环宇？我不管外界怎么说，方离我娶定了。你是真不肯让我省心呐？是我先爱上方离的，明州才和方离有了婚约，也是明州有过错在先，方离才和他退婚。从头到尾，我和方离并没有任何过错。可你大哥是为了救顾家而死，明州是他唯一的孩子。是，要说有愧，那也只是对于大哥。我愿领家法。哎呀，你和方离是隐婚，还没有办婚礼，外界不知道你们的关系，现在离婚还来得及。绝不！老爷，方离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气我才和我小叔结婚，闹也闹够了，适可而止吧。滚开！够了，你再闹下去，我小叔为了配合你的表演就要受家法处置。什么？你不知道，我们顾家的子孙都要以顾家大局为重，不能做任何有损顾家形象的事，否则家法处置。我之前被雨欣设计绯闻，如果不是我提前住院，绯闻又被澄清，我也要被打。他在哪儿？害怕了？就在后面。如果你现在挽着我的手，去找我爷爷解释，没准还来得及。没什么，我之前受的伤比这重多了。很疼吗？我不知道顾家还有这样的家法。不疼。你明知道要受罚，为什么还要娶我？能娶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。就算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愿意。更何况是区区家法。臭小子，打完你，我也算和你在天有灵的大哥有个交代了。最近要筹备婚礼，老宅也要翻新。好的。阿离是我的儿子，阿离已经找到幸福了，你就不要再纠缠他了。妈，这不叫幸福，这是趁虚而入。如果疼你就叫出来，别忍着。老婆，你就是我的止疼药。都伤成这样了，还开玩笑，我怎么止疼？
雨欣，把咱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，我和阿离的事都是你在捣鬼，原原本本的给我写清楚。明州哥哥，妹妹不要你了，可是你还有我呀，不如你把我救出去，我帮你气方离，方离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。别废话了，我不会再相信你。如果不是你故意设计，我不会将阿离送入狱，阿离也不会离开我。物竞天择，就算没有我，有顾昭庭这种更好的，他还是不会选择你。他就是水性杨花。你个贱人，闭嘴！顾明哲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又怎么会走上今天这条路？如果不是我算计了10几年你都不肯娶我，我又怎么会冒险驱动老爷子？你活该！你被你小叔抢了未婚妻，更是活该。不如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吧，当初在阿尔卑斯山救了你的人，根本就不是我，是方离。我的腿一直是装的，而他才是真瘸。哼！你说什么？啊！你说什么？你去问方离呀！你到底说什么呀？啊！方离，我虽然坐了牢，你也休想和顾昭庭幸福。我要让顾明舟纠缠你一辈子。我出差这几天，乖乖等我回来。知道了。爸爸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，等我回来，我就娶你。好啦，我知道了，管家翁。顾总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您再不走就要迟到了。拜拜。怎么又回来？顾明舟，明舟，明舟，今天也是我的生日。方离，一个生日而已，哪年不能过呀？哪年不能过？可是你有一年记得过我的生日吗？你已经送了方雨欣礼物了，还要丢下我去陪她吗？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？雨欣腿疾犯了，需要我。当初在阿尔卑斯山救了你的人，根本就不是我，是方离。来人！放开！顾明舟！顾明舟，你快把我放了！方离，当年在滑雪场救我的人是你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顾总，您才刚走一会儿，就想太太了？陈竹，掉头回家。是我救你的又怎么样？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我们已经过去了。可是在我心里，没有办法过去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以为是方雨欣救了我，这么些年我去照顾她，都是为了报救命之恩。阿离，阿离！顾总，顾总，监控显示少爷来过，带走了太太。阿离，我也可以向你求婚的，我们之前本来就订过婚，对吧？你会嫁给我的，对吧？阿离，你在我身后追了我整整7年，怎么可能说不爱就不爱了呢？啊，整整7年！来，把我小叔的戒指摘了，带我的，你是我的，你只能是我的，知道吗？顾明舟，没有人比我更爱你，阿离。顾明舟，疼，我疼。对不起，阿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轻点。顾明舟，你还在乎我疼不疼，对不对？
你先把我解开，你先把我解开，解开了我就能自己摘了。顾明正，就算你要和我在一起，难道你要绑我一辈子吗？对，我不能绑你一辈子。那方离，你跟我说，你爱我，你会心甘情愿待在我身边一辈子。你先帮我解开。说！我害怕，你先帮我解开，好不好？好。方离，你不乖，你骗我啊！顾明舟，你可是金圈太子爷肆意潇洒的顾明舟，可是你看看你现在，你就像个变态一样。我可以弥补，在我的生活，我不能没有你。顾明舟，不要！你救过我，我也救过你，不要把我们回忆里仅存的一点美好也给抹杀了。方离，可是我爱你，我一直很爱你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你爱我，却让我整整追了你7年，一直让我在等你。是，你是被方雨欣骗了7年，可是爱一个人，不该是面对任何流言蜚语、谩骂，都无条件的相信他，让他依靠，给他港湾吗？可是这7年，我所有的风雨都是你给的。方离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顾明舟，爱一个人也是成全，放我走吧。韩离，韩离，赵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方离，我先敬你一杯。方小姐，您这次夺得全国芭蕾舞大赛冠军，请问你有什么想说的？芭蕾舞一直是我的梦想，曾经以为我和芭蕾舞无缘了，谢谢我老公帮我重回舞台。阿离，今日，环宇集团顾总亲自陪同妻子接方振国先生出院。据悉，方振国先生此次出院后彻底告别商界，正式将耀盛集团交由其孙女方离管理。儿子，妈，儿子，方离追了你7年，你也折磨了自己7年，就算是赎罪，也该放过自己了。据悉，今年环宇集团将由顾昭婷亲自带队开拓港城市场。顾总，传闻您一直很爱自己的妻子，请问您这次来港城开辟市场，而妻子怀孕了，您是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？我会乘坐个人专机上下班，争取每天陪我妻子共进晚餐。那会很辛苦，请问顾太太您会心疼吗？妈，
她怀孕了。她怀孕了。是啊，已经孕晚期了，再有4个月就该分娩了。妈，你替我告诉小叔，港城他不必亲自去了，那边的生意我替他当。哎，好。你好，我叫晚秋。自从我父母去世之后，就一直被昭廷哥哥照顾着。最近刚从国外留学回来。我怎么还不知道我老公竟然有你这么一个妹妹？可能是昭廷哥哥觉得我们太亲密了，怕你多想吧。是吗？那我给他打电话问问。啊，昭廷哥哥工作很忙的，我们女人之间的事情就不要给他们男人添乱了吧。工作的事再忙，我老婆的事也得排在工作前。昭廷哥哥，陈柱，带她去酒店住。昭廷哥哥，我不要去酒店。我爸妈去世的时候把我托付给你，你现在打算不管我了吗？是桑家托付给顾家，并非你托付给我。这些年照顾你，只是为了履行顾家的承诺而已。你还是跟我保持好距离，我怕我老婆误会。桑小姐，这边请。不是说要去港城吗？怎么又突然回来了？听说晚秋来了，就来看看你。你给我足够的安全和信任，我当然也会信任你啊。桑小姐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，你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联系我就行。昭廷哥哥什么时候过来？顾总很忙，不会过来的。那我不要住在酒店里。顾总说了，如果您不愿意住酒店的话，顾家会为您购置一套房产，作为您与傅思景结婚的嫁妆。我不要嫁给傅思景，我现在就给昭廷哥哥打电话。桑小姐，我们顾总可以与您保持距离，我劝您最好遵循。喂，昭廷哥哥，酒店好冷，我好害怕。我已经看过监控，晚秋，你养在我顾家，我当你是我妹妹。但如果你再敢和方离说那些引人遐想的话，我不介意公开断了你和顾家的关系。我只是……不过是顾明舟不要的女人，竟然也妄想坐稳顾太太的位置。哼！既然你不肯主动让出来，那我就只好让你死了。犯人的病情怎么样？病人是严重的心律失常，加上心源性休克，可能还要再住院观察几天。麻烦二位先出去一下，我要给病人脱衣服检查。你为什么要帮我装病出狱？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方离，我要你杀了他。杀人可是要判死刑的，我不过被判了20年，再有10几年就可以出狱了。您呐，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就告诉狱警，你是装病想要逃狱啊，再顺便找一些人照顾你，就像你曾经对方离的那样。别，我答应就是了。明少，您让我一直盯着的桑晚秋有新动作了，她回国了，还入职了荆州国际医院。另外，我们还查到方雨欣小姐在狱中突发疾病，转外就医，送到了荆州国际医院。
通知机长，我要回京师。桑晚秋为人偏执，为了逃脱婚姻，害傅少替他坐了10年牢，就为追求我小叔。明少，您是担心桑晚秋对方小姐不利？老婆，孩子的眼睛好像你啊。我听网上说，B 超里孩子长什么样，生下来就是什么样。那我们的孩子可太漂亮了。原本陪你一起产检的人应该是我。明少，您现在是孩子的堂哥，可以名正言顺的关心方小姐。我不该再打扰她的生活了。这是我为你专门配的钥匙。晚上人少，你趁机犯病，我会推你去手术室，你趁机逃跑。哼，好啊，桑小姐，合作愉快。只是我杀了方丽以后的退路，桑小姐给我准备好了吗？哼，这张卡里有1000万，足够你逃到国外生活。方丽，你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你霸占了昭廷哥哥。小猴对大象说：“大象，你的长鼻子能给我荡秋千吗？”大象说：“当然可以啦。”于是小猴子荡起了秋千。哇，秋千真好玩。老公，你现在工作这么忙，我可以自己给孩子做胎教的。老婆，你先给小玫瑰读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嗯。小叔，有时间见一面。晚秋在医院上班，方雨欣保外就医，碰上晚秋，能有什么？傅家与桑家的恩怨已经牵扯到家破人亡，傅家的替罪羊傅思锦已经出狱，你觉得桑晚秋会嫁？方离现在是你小婶，跟你没有半分关系。我劝你别在她身上有过分关注。晚秋是我从小看着长大，她不可能害方离。既然你不肯保护阿离，那就让我亲自来。我已经错过了，就当赎罪。已经到了跟方雨欣约定的时间，我也已经让人引开了他身边的狱警，这个丑货怎么还不放定？你给我站住！把口罩摘了。顾明舟，你不是在港城吗？你也太无视法律了，跟我们走。院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接到举报，说你涉嫌帮助罪犯伪造病情。桑医生，从今天起，你被医院停职调查。啊，院长，我没有啊。桑医生，你自己把证件上交吧。这是顾家的医院，我是顾昭廷的妹妹。你一个小小的院长，你不怕昭廷哥哥开除你吗？哼，我来之前已经请示过顾总，他说你违背医德，意图害人，顾家将与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带走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昭廷哥哥，你不能抛弃我呀！你要是把我抛弃了，傅思锦很快就会出狱了，他一定会把我强暴死的。昭廷哥哥，方小姐，你请回吧。
我已经不止一次和你说过，顾总陪他的度假去了。不，张庭哥哥一定在里面，你让我进去，你让我亲自跟张庭哥哥解释，求求你。你不会再有机会见到小叔了。我从来不打女人。曹安，动手。顾明昭，方离早就把你甩了。说到底，我不还是帮了你的吗？曹安，你不配提他的名字。陈柱，告诉我小叔，骚晚秋被我带去港城了。好的，明少。曹安，带走。顾明昭，你不能碰我！就算我跟顾家没有关系了，我还是傅思锦的未婚妻，他不会放过你的，你不要命了吧？傅思锦压根儿就不想要你这个未婚妻，就算他喜欢你，你动了方离，我活不活无所谓，但你一定要死。顾总，明州已经把人带走了。顾总，你为了明州少爷真是用心良苦。你明明已经提前去查到桑小姐联合雨欣想对太太不利，却故意装作不知情，让明少爷去处理。大嫂，赵婷，大嫂求求你帮帮忙吧！明州这孩子重情重义，他误以为是方雨欣救了他，所以才伤了方离。可是等他知道的时候，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了。方离追了他7年，他生生把自己困了7年，你大哥就只留下这一条血脉。大嫂求求你，我来想办法。当年我离开山里的时候，就听说山里要被神秘集团开发成旅游产业，没想到幕后的大老板竟然是你。当年你留下的信息太少，为了找到你，我只能把这片山的周围全都开发了。我在救了你不久之后，就被方家认回了，我们就错过了。余生时间还很长，我们彼此陪伴，慢慢变老。王雨欣，你的信。哈尼简直是商业天才，药圣在他的带领下，今年业绩又创新高，方家的血脉优秀。我才是最优秀的，这些都应该是属于我的。我才是方家大小姐，这些都应该是属于我的。我是顾夫人，我是方家大小姐，都是属于我的。明少，果然如您所料，方雨欣极度心强。这1个月，我都按照您的笔记，将方离小姐的近况告知了她。她终于疯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伤害方离小姐了。傅家那边什么情况？傅思景出狱后，迅速掌管了傅家，还特意以实单生意来交换，让您处理了桑晚秋。好。他就是传说中的金圈太子爷顾明舟，来了港城商界不足半年，便将港城商界搅得血雨腥风。现在是金圈佛子，
听说他失去了最爱的人后断情绝爱，7年不悔啊！哎，你们好女婿，求求你，就让我们见见阿离吧。这女人生孩子可是生死关，我和他爸已经知道错了，你们就原谅我们吧。我没办法替阿离原谅。